吃了能毁天灭地的重果实，从太空召唤陨石却不能破坏鸟笼，还被鹰眼拿来当教材传授索隆剑术。他和绿牛一起被世人认定强如怪物，却打不赢赏金6亿2千万的革命军2把手，甚至被赏金只有4亿的人把脑袋开瓢。赤犬招来的大将藤虎真有4皇级别吗？刚在德雷斯罗萨登场就敢向路痴问路，吓得索隆把手按在刀柄上乖乖回答，认可眼前的大叔是他无法战胜的对手。见到同伴特拉法尔加罗被明哥射杀，索隆和警卫们立马拔刀冲了上去，挥出的斩击被大将藤虎挡下。见到敌人是问路的大叔，索隆也被吓得脸颊流汗，挨了一招重力刀跌入地底之下，使出全力挥出飞翔斩击重回地面，嘴角流出的鲜血已然证明战斗力不如大将。藤虎也给出了最中肯的评价。明哥联手海军找罗索要小弟凯撒，强调藤虎和绿牛一样被世人称为怪物。听到罗拒绝把路飞当成自己的小弟，藤虎拔出手中的重力刀，燃烧的巨大陨石从天而降，被摧毁的海岸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。世人说的果然没错，藤虎的确有怪物般的实力。回到住所的明哥略微有点嚣张，听到藤虎要将七武海制度彻底废除，立马就是一脚踹了过去，甚至还扬言把眼前的海军大将一并干掉。从藤虎坦然自若的态度来看，明哥又在吹牛了，完全没有干掉大将的实力。为了确保路飞能顺利击败多弗朗明哥，刚吃下烧烧果实的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欧表示不服，提着明刀斩蛟站出来迎击，一刀下去就将整栋建筑劈成2半。萨博也没有手下留情，用龙抓手轻松将斩蛟捏碎。眼看巴斯提欧就要丢掉性命，藤虎立马拔刀召唤巨大陨石，经过鸟笼时被切成碎片，差点把海军的小兵团灭。巴斯提欧倒在地上失去意识，佩戴的面具也被捏得粉碎。藤虎不明白革命军的2把手为何要帮草帽小子。萨博表明自己是路飞的哥哥，会抛弃一切立场保护弟弟。对战海军大将的战斗一触即发，萨博挥出的火焰自来水管并没有起到效果，场面上也没有占据多大优势。最终两人达成某种协议后选择停手。此时的萨博也见识到藤虎强如怪物的战斗力。多弗朗明哥被4档路飞击败后，藤虎并没有第一时间抓捕草帽一伙，碍于阿赫中将的面子才不得不出手。他将德雷斯罗萨的废墟漂浮在空中攻击，路飞一边攻击一边说出自己的招式，完全没用全力战斗，反而被藤虎用重力死死按在地上。又来了一招重力刀猛虎，彻底将路飞打飞出去。海尔丁抓住路飞才结束两人的战斗。此时的藤虎还不是路飞所能击败的强敌，陪同阿赫中将押送明哥去海底监狱。藤虎和战国正享受着美味的面条，赏金10亿的旱灾杰克就把船靠了过来。藤虎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出手战斗，没费吹灰之力，差点把凯多的大看板打死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藤虎来到圣地玛丽乔亚，赤犬命令绿牛将其赶走，认定绿牛的实力比藤虎强。绿牛却没有服从命令，主动请藤虎吃了一碗面，略微忌惮地表示不想与之战斗。后来对战萨博和几位革命军的队长，藤虎的对手是赏金4亿贝利的乌鸦，脑袋被开了瓢，缠满绷带，实力也受到不少质疑。联手黄猿出动屠魔令剿灭巴雷特。藤虎临走时召唤陨石给索隆当践行，索隆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陨石劈砍成2半，却被鹰眼轻松砍几下切得粉碎。拿陨石教徒弟剑术，也就鹰眼能干得出来吧。主动抓捕乌塔是藤虎最错误的决定。香克斯释放超强霸王色震晕众多海军中将，强如怪物的大将藤虎在香克斯面前也只能认错。尾田终于澄清关于艾斯的3个误解，对霸气的修炼天赋远在路飞之上，真正的战斗力也能匹敌海军大将水准。第一个，艾斯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。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赤犬，艾斯被嘲笑不会使用武装色，最终火焰被岩浆燃烧，自己也倒在赤犬的岩浆拳头之下。按理说白胡子海贼团的2番队长不可能不会武装色霸气。后来尾田在艾斯的小说中强调，艾斯对武装色的修炼非常有天赋，仅仅跟着白胡子学习了1天，就能熟练掌握武装色霸气的使用。当年路飞跟着雷利学习3色霸气，也用了1年半才掌握基本用法。可见在对霸气的修炼方面，艾斯的天赋已经远远超过了路飞。第二个是艾斯太依赖果实，对体术的修炼不强。不知道为何会有海米认为艾斯的体术不强，这绝对是天大的误解。难道说艾斯对烧烧果实的开发很好，才导致他太依赖恶魔果实的吗？小时候的艾斯是3兄弟中体术最好的，与老虎、鳄鱼战斗都是依靠体术。而且卡普每次去风车村都会用爱之铁拳教训艾斯和路飞，能承受住卡普铁拳的常年熏陶，体术绝对算得上1等1的强者。还有在巴拿马岛对战黑胡子，烧烧果实能被暗暗果实无效化，也能与黑胡子战斗到最后时刻，最终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。黑胡子的手下也强调艾斯的体术很强，不用果实能力也可以不落下风。第3个是艾斯不配做队长，实力最多是中将级别。在加入白胡子海贼团之前，艾斯与盛平大战5天5夜不分胜负。盛平属于鱼人族，擅长在海中战斗，艾斯能与他打平，实力绝对不弱。
而且在《海贼王》漫画1100话中，尾田公布艾斯曾击败过一位七武海。虽然说七武海的水平层次不齐，也能从侧面反映艾斯的实力不算弱。顶上战争的时候，艾斯与青雉有过交手，两人果实互克不分胜负。对战赤犬算是艾斯的战力污点，果实能力和战斗经验都被碾压。赤犬绝对算得上4皇级别的强者，对战受伤的白胡子丝毫不落下风，与青雉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获胜。他能击败艾斯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不是序号越小实力越强，16位队长的战斗力属于同一水平，也就是说艾斯与马尔科是同段位，马尔科绝对有匹敌大将的战斗力，艾斯的战斗力也应该接近大将水准。不过白团队长们的战绩表现很差，都能匹敌马尔科很难让人信服。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，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，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，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。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，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2强者。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尾田彻底雪藏，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3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。在顶上战争时，3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。青雉的洞洞果实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，赤犬的岩浆果实不仅能燃烧火焰，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狱。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？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。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曾说过，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，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，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，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，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。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，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武海，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单从果实对拼来看也占据绝对优势，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，还会带来双倍疼痛，算是一大缺陷。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，生命卡信息更新，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。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，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，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。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，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。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，也自信能将路飞的脑袋留下。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怂，被吓得脸颊流汗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艾尼路在空岛登场时，娜美就说过，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。从艾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。草帽团除了路飞被挨个秒杀，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见闻色霸气，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。大招雷银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，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。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，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好在路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艾尼路。尾田曾在 SBS 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，索隆可以吃下鱼果实青龙形态，最适合娜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，那样她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，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。当然雷电攻击对路飞不会造成伤害。从此也能看出，尾田也认为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就是最强的自然系。
不过艾尼路已经前往月球，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。不过尾田好像忘了，娜美不用雷电攻击也能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多拉格脸上的图案来历终于揭晓，不是卡普用鞋底打出来的印子，也不是恶魔果实造成的雷龙图腾。多拉格算是出场非常早的角色，身上的谜团却还有很多。当年在罗格镇登场护送路飞出航，展示过操控风与雷电的能力，因此有不少海米推测他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，却一直没有准确依据。还有多拉格的赏金也未公布，据说已经达到了50亿贝利，目前只有罗杰和白胡子的赏金超过50亿，难道龙的实力能比肩他们二人吗？路飞的老妈是谁也没有确定，有人说是天龙人，也有人说是海军中的一员。更让人着迷的还是龙脸上的图案，到底是什么？又是怎么得来的？有人说是老爸卡普的鞋底印，龙也是不听话的孩子，经常被卡普揍，就像小时候的路飞一样，每次说要当海贼，就会吃上一顿爱之铁拳。也有人说与龙的恶魔果实能力有关，就是西方神话中的雷龙图腾。这个说法很难成立，龙很早就吃了果实，图案不可能到后来才出现。其实从多拉格的以往经历中，也不难确定他脸上的图案是怎么来的。龙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海兵，可在海军中，他看不到自己需要的正义，于是从海军中辞职，加入自勇军，也就是革命军的前身，对抗世界政府。22年前，吴老星为了掩盖消失的100年历史，将奥哈拉彻底毁灭。事后，多拉格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了年轻的贝加庞克博士，他邀请贝加庞克成为伙伴，却因为自勇军没有钱遭到了拒绝。随后，多拉格向贝加庞克允诺，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此时，龙的脸上还非常干净，不过裤子上的花纹与脸上的图案一样。后来，他和伊万科夫来到索尔贝王国，并将暴君熊和金妮招募到旗下。经过8年的发展，金妮成为东军队长，可见革命军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。此时多拉格的脸上已经有了图案，难道说这个图案就是革命军的象征？当年与贝加庞克相遇，革命军还没有成立，图案只出现在裤子上。8年前，革命军已经壮大到能抗衡天龙人，龙才将那个图案刻在脸上。至于图案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还得等着作者尾田公布。希望到了那个时候，路飞的母亲也会一起登场。神之谷大战出现一个惊天细节，黑胡子难道真是洛克斯的后代吗？随着暴君熊的往事揭晓，神之谷大战的经过也逐渐清晰。38年前，天龙人在神之谷开战狩猎活动，目的是屠杀当地的居民。伊万科夫为了逃命，将消息透露给海贼，并强调奖品是恶魔果实。想做世界之王的洛克斯得知后，立马带着洛克斯海贼团来到神之谷。夏洛特00的目标很清晰，就是抢夺作为狩猎奖品的恶魔果实，一拳打飞拿着鱼与果实的伊万科夫，后来将那颗果实送给了凯多。另一个是超人细肉球果实，在伊万科夫的提醒下被大熊吃掉。罗杰也收到了神之谷的消息，带着雷利和贾巴等人参与了战斗。当时身为中将的卡普还在休假，钢骨空请求他去神之谷救天龙人。起初卡普并不愿意，得知罗杰也参战后，才立马带着手下登场。当时的神之骑士团也加入战斗，不过只有年轻的加林胜算得上强者。洛克斯海贼团一直占据上风，打得海军毫无还手之力，节节败退。最终卡普选择与罗杰联手战斗，才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败。从各方势力加入战斗的画面中，可以发现一个与黑胡子有关的细节：罗杰海贼团参战时，罗杰占据 C 位，神之骑士团是加林胜作为领导者，海军一方是中将卡普率队，但洛克斯海贼团的领导者却是白胡子。金狮子凯多和大妈都参与了战斗，但洛克斯却没有在画面中出现。按理说，如此重要的战斗，身为船长的洛克斯不可能不参与战斗。从洛克斯海贼团登场的画面中，可以在右上方发现一个很小的人，他的双手都用着钩爪，从外形上看，很像是年轻黑胡子使用的钩爪，而且那个人的身高并不算高，与洛克斯矮小的身材也比较相近。如果他就是洛克斯本人，可见黑胡子与洛克斯的关联又增加了。两个人都有做世界之王的梦想，还使用着相同的武器钩爪。蜂巢岛曾经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地盘，现在又被黑胡子抢占。黑胡子与洛克斯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，难道他真的是洛克斯的后代吗？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四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两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。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。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玩虐，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四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亲自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两位大将藤虎和绿牛
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。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。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出意外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。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，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土星萨坦圣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，果实觉醒只是标配，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杀手锏。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吴老星每次出场的逼格都很高，即便是面对元帅赤犬的挑衅，他们也能非常冷静的轻松应对。吴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超越四皇，一直是海迷们在争论的话题。直到世界会议期间，5个老头才第一次战斗，对手是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。见到萨博要救走寇布拉的时候，他们和伊姆大人一起发动恶魔果实能力，如果不是寇布拉舍命掩护，萨博的性命肯定会留在圣地玛丽乔亚。土星萨坦圣正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也是吴老星中唯一展示全部能力的人。他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妖怪鬼牛，拥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暂且不知，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目前也不清楚。面对波妮的偷袭居然没有轻松躲开，可见他的战斗力并不是最顶尖水准。萨坦圣的见闻色霸气也特别强，待在军舰上也能感知弹头岛的动向，察觉到贝加庞克修改了和平主义者的命令，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。如果他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，或者拥有见闻杀，妥妥的能达到4皇级别。萨坦圣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前1秒在军舰上，后1秒就能来到弹头岛。目前只有香克斯展示过瞬间移动能力，速度甚至能超越黄猿的光速。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萨坦圣拥有瞬移能力，注定是一位顶级强者。在漫画1094话中，一位士兵看了萨坦圣的眼睛后，脑袋随即爆炸丧命。萨坦圣的周围也出现大量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就是霸王色的一种用法。已知的霸王色最强用法就是缠绕攻击，凯多曾强调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。罗杰和白胡子对战用过霸缠攻击，香克斯秒杀基德也使用过霸王色缠绕。据说香克斯还会霸王色的另一种用法，就是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一个人去找白胡子的时候，就曾释放过霸王色霸气阵列传板，结合海军士兵脑袋爆炸后，立马有人下令让准将以下的人不能直视萨坦圣，也能推断出萨坦圣对霸王色的运用已经达到能造成物理伤害的程度。看来凯多对路飞说的没错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目前萨坦圣还没有展示过武装色强弩，也没有表现出恶魔果实具备的特殊能力。弹头岛接下来的战斗情况将会确定吴老星是否具备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盘点6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，成就3皇一帝。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。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，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当初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，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，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，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。白胡子死后，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，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。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，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。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，他也不敢应战，带着手下乖乖离开。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，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，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，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。第2个超人系魂魂果实，第1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，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，最终被爆发事实症的玲玲吃掉。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，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，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。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，被罗和基德联手打败，跌入岩浆中丧命。第3个是透明果实，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，却能完成很多人的梦想。第1任能力者是阿布萨罗姆，靠着透明果实差点将娜美占为己有。溪流得到透明果实后，除了搞隐身偷袭，也没开发出特别的用处。如果透明果实不能让见闻色失效，溪流与索隆的最终决战必定会惨败。第4个是烧烧果实，上一任能力者是艾斯，对果实开发堪称完美，不仅有单体爆发和远程输出技能，
还有很不错的群攻 AoE 技能，可能是艾斯太依赖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，才导致他丧命岩浆拳头之下。萨博是烧烧果实的第二任能力者，将霸气与果实的结合非常完美。对战黑胡子海贼团第一船长巴沙斯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，与大将藤虎战斗，从场面上看也是5-5开，实力绝对有大将级别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从五老星和伊姆手中逃走，也被世人称为岩壁。第5个是超人系屏障果实，第一任能力者是黑炭蝉丸，出场次数不算多，制造出来的屏障连光月玉田都无法攻破。第二任能力者是巴托洛米奥，靠着屏障果实拥有堪称无敌的防御，即便是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，也不能攻破小巴托的屏障防御。只可惜这2人都浪费了屏障果实，没能开发出很强的攻击招式。第6个是超人系模仿果实，上一任能力者是黑炭木蝉，靠着模仿能力杀害光月寿喜烧，帮助黑炭大蛇成为和之国将军。现在是小冯吃了模仿果实，目前正在推进城的人妖乐园享受。不管是小冯还是黑炭木蝉，都是模仿外表，并没有拥有被模仿人的实力。如果能模仿顶级强者的攻击招式，模仿果实绝对是无敌的存在。陆琪公开索隆的真正战斗力，霸王色再次升级，妥妥的大将级别。自从索隆在鬼岛觉醒霸王色，击败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后，就一直有海米在讨论登基地狱之王的索隆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。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青雉，为了保护罗宾，草帽团3大主力齐上阵，结果被青雉瞬间秒杀。索隆的战斗力相比海军大将有天壤之别。来到香波地群岛，索隆与大将黄猿有过交战，全程被单方面碾压。如果不是冥王雷利登场，索隆的小命铁定被黄猿的光速踢夺走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剑术和霸气得到提升，实力也是深不见底。对战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。不过与大将藤虎战斗，索隆处于明显劣势，嘴角被对方打流血。虽然飞翔斩击得到藤虎的夸赞，但实力相比海军大将还有一定差距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答应日和的请求，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得到光月玉田生前的佩刀研磨，是一把能擅自释放武装色的妖刀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凯多也很认可索隆的实力，强调他的斩击会给自己留下伤疤。对战露娜利亚一族的岩灾境时，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处于劣势。期间妖刀研磨出来捣乱，擅自释放武装色，差点让索隆丧命。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击败。抵达弹头岛之后，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卡库，曾经在司法岛击败过对方。即便卡库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对战索隆也处于明显的劣势。得知黄猿闯入弹头岛之后，CP0的陆琪立马叛变与索隆开战。陆琪应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，对战吃了烧烧果实的萨博不落下风。不过与开启武当的路飞战斗，陆琪使用出觉醒能力，依旧处于明显劣势。对战索隆的时候，陆琪也使用出果实觉醒能力，表现出能干掉对方的气势。索隆也没有轻敌，将霸王色缠绕在刀上，有霸王色缠绕攻击的样子。陆琪强调索隆是4皇团的皇父，可见索隆的战力表现已经能接近大将。索隆对战陆琪虽然不是很轻松，却自信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对方。目前路飞与黄猿的战斗还在进行，五老星萨坦圣也有可能加入战斗。之前陆琪也说过，只要他和黄猿在，就能在弹头岛消灭草帽一伙。如此来看，弹头岛事件不会很快结束。索隆对战陆琪是提升实力的机会，迫使索隆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击败陆琪后妥妥的有大将水准。打不过曾经的最弱七武海，让赏金接近40亿的4皇畏惧。卡普自认一个人打不赢巴雷特，巴雷特绝对是战斗方面的天才，13岁就能凭一己之力称霸战场，因为实力太过强大。14岁晋升为将军，还被民众称为国家英雄。15岁的巴雷特经常挑战罗杰，不过每一次挑战都以战败收场。罗杰也认可巴雷特的实力很强，期待他在未来能超越自己。在罗杰船上的几年里，巴雷特经常挑战雷利，都是以平局收场。年轻的雷利少说也有4皇水准，打不赢巴雷特难道是在放水吗？得知罗杰身患重病之后，巴雷特选择一个人离开，很快便成为超级新人，与克洛克达尔有过战斗，具体的经过没有公开，据说是不分胜负。当初在阿拉巴斯坦时，老沙只有8100万赏金，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，他的赏金与实力很不相符。成立十字工会后达到19亿还算比较合理。在马林范多救路飞能挡住鹰眼，也能用杀刀劈开大将赤犬的身体。当年的克洛克达尔能抗衡巴雷特，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得知罗杰被处刑后，巴雷特彻底暴走，将整个大海搅得天翻地覆。海军让战国与卡普联手出动屠魔令，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才去抓他。难道在卡普和战国看来，仅凭借他们一个人的力量都打不赢巴雷特？20年后，巴雷特逃离海底监狱，掌握果实觉醒能力，再次驰骋大海。卡普很无奈地表示，罗杰死后，巴雷特失去寄托，成为很难对付的人，去海底监狱招募同伴。黑胡子见到巴雷特第一时间表示认怂，让手下的人千万不要招惹他，也是忌惮整个黑胡子海贼团会被灭。现在黑胡子是赏金接近40亿的4皇，再次遇到巴雷特依旧会认怂的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巴雷特一拳一个超新星，实力完全超越黄猿，与路飞进行霸王色霸气碰撞，场面如同修罗降临。
超新星也全部感到畏惧。老沙曾经与巴雷特交战过，给出合体怪物的称呼，也是认可他强大的实力。后来老沙联手萨博等人一起战斗，表明只有群殴才有机会战胜巴雷特。不过在汉库克的眼中，不管敌人有多强，只要敢对路飞出手，他就不怕。见到路飞被巴雷特打飞，汉库克彻底愤怒，一个人朝着巴雷特冲去。变成巨大合体怪物的巴雷特，居然差点被汉库克的一脚踹倒。路飞与巴雷特交战多个回合，都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同意老沙的计划，联手对抗巴雷特，也是认定凭借自己打不过对方。所有四皇评价铁拳卡普的战斗力，让白胡子畏惧，被黑胡子贬低。凯多居然说卡普不配与自己交战。当年草帽团在愚人岛冒险，路飞吃掉上供给四皇大妈的甜点，为了避免愚人岛被四皇团攻击，路飞送上一堆财宝作为弥补。起初大妈并没同意，决心要毁掉愚人岛，已经拧下路飞的脑袋。听到路飞的身世后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原来是英雄卡普的孙子。”也同意路飞用财宝解决此事。可见大妈对卡普还是有所忌惮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卡普不忍心艾斯惨死，一直没有出手战斗，直到马尔科企图偷袭处刑台，才跳出来一拳将其从空中击落。白胡子与卡普是同年龄段的人，也很清楚对方的战斗力强弱。见到海军一方的气势得到提升，立马站出来告诫手下的人，卡普只是一个海军老兵罢了。所谓的英雄称号是徒有虚名，不必害怕。从白胡子如此紧张的表现来看，是认可卡普有左右战局的实力。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很嚣张，扬言自己是最强的人，还要毁掉海军基地。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随后卡普也加入到这场战斗，一拳头将巴沙斯从空中击落。面对两位传说级强者，黑胡子依旧傲慢，强调他们是过气的老头。可见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已经自信到能击败英雄卡普。香克斯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经常能见到卡普与罗杰的战斗，对卡普的战斗力应该非常清楚。去马林饭多救路飞，却完全无视卡普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来了一句：“如果不停止战斗，请与红发海贼团开战。”这句话不仅是说给黑胡子听，也是说给所有海军，包括英雄卡普。香克斯之所以敢不在乎卡普，是因为他救的人正是卡普的孙子路飞。巴基与香克斯一样，从小看着罗杰与卡普战斗长大，对卡普强大的战斗力很认可，每次提到卡普都表现得很敬重。凯多拥有世界最强生物的称号，有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5位超新星，被学会武装色流鹰的路飞一拳击倒。凯多也认可路飞能匹敌洛克斯等强者，拥有与自己一战的实力。在这些强者中，还有白胡子和香克斯等人，但是英雄卡普却不在其中。难道说在凯多的心目中，卡普还不具备与自己生死决斗的实力吗？路飞从小吃着爱之铁拳长大，自认为能活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。即便路飞现在觉醒换兽种伊卡果实，见到爷爷卡普也得撒腿就跑。卡普到底能不能干掉赤犬？青雉直接把答案告诉了黑胡子。当年在顶上战争，赤犬用一记岩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，紧接着又要对路飞出手。好在圣平舍命挡住赤犬的攻击，卡普见状彻底愤怒，径直朝着赤犬走去，嘴里念叨着干掉赤犬。战国立马一巴掌按住卡普的脑袋，好像是在担忧赤犬的生命安全。当时卡普已经步入晚年，真的有实力干掉当打之年的赤犬吗？卡普是海军英雄，40年前在神之谷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那场战斗神之骑士团也有参与，并不能确定卡普能击败洛克斯。后来又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，战斗力绝对不在当今四皇之下。赤犬作为海军大将，与多位四皇有过正面交手，结果都是不尽人意。顶上战争刚开打那会，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赤犬不敢直接战斗，策反斯库亚德赤刺穿白胡子胸膛后，才敢与世界最强男人交手。后来被重伤的白胡子一拳爆头，跌入地面的裂缝之中，差点丢掉性命。对科比出手被香克斯挡下后，赤犬吓得脸颊流汗，不敢动弹，眼睁睁看着巴基把路飞送到罗手中。也是自认战斗力不如香克斯，对黑胡子海贼团时赤犬很刚猛，一个人站在船头将黑胡子吓跑。当时黑胡子的目标是壮大团队，不选择战斗不代表打不过赤犬。卡普去蜂巢岛救徒弟科比，终于展示了一波海军英雄的真正实力，一记霸王色缠绕攻击银河冲击，几乎将一座城镇瞬间摧毁。青雉作为卡普的首席大弟子，也最清楚师傅有多强的战斗力，还没与卡普开战就来了一句：“你是要杀死自己的大徒弟？”从青雉的话可以判断出，即便是老年卡普也有干掉海军大将的实力。随后卡普使用一招海底夺虾，将青雉直接打入地底之下受伤。青雉与赤犬是多年老同事，对彼此的战斗力也应该很了解。两人为了争夺海军元帅，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将岛屿的一半变成冰天雪地，另一半变成熔岩火海。最终青雉被打断一条腿，以微弱的劣势战败。两人实力很接近。后来青雉离开海军之后，在某座无名小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面对挑衅，青雉没有手下留情，直接冰封秒杀圣湖安恶狼等人。当被询问与赤犬的那场决斗时，青雉直接告诉黑胡子海贼团众人，自己虽然战败了，也给赤犬留下一身的伤疤。从此可以确定，青雉与赤犬的战斗力应该属于同一水平。青雉对战老年卡普时，自认卡普的战斗力足够杀掉自己，从中是否可以确定卡普对战赤犬也有实力干掉对方呢？天龙人送出4颗神级恶魔果实，
其中2个已经达到觉醒状态，还帮助3个人获得帝皇的称号。当年汉库克3姐妹给天龙人当奴隶，都被迫吃下恶魔果实，2个妹妹吃了动物系蛇果实。从战斗力来看，并不是非常特别。汉库克获得超人系甜甜果实，绝对是堪称神级的恶魔果实，可以让敌人瞬间石化。如果能力者不主动解除，石化的人必死无疑。配合绝世美颜，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，也让汉库克被世人称为女帝。据说甜甜果实是一颗双生果实，除了石化他人，还有另一种能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闯入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可见甜甜果实拥有的能力绝对不在暗暗果实和阵阵果实之下。多弗朗明哥作为地下世界的王，在恶魔果实上可谓栽了大跟头，曾经得到过自然系金晶果实，却被泰佐洛带着2个小弟抢走。金晶果实能让任何事物变成黄金，也帮助泰佐洛成为黄金帝。泰佐洛曾经是天龙人的奴隶，看着女友惨死在自己面前，将金晶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后，利用金钱控制天龙人来报仇，战斗力也有接近大将的水平。索隆与他有过战斗，被瞬间秒杀。艾斯在马林范多丧命后，重生的烧烧果实被多弗朗明哥得到，为了解决路飞和罗的同盟，拿出烧烧果实作为竞技场的奖品，没想到被革命军的萨博得到，当着众人的面吃掉烧烧果实之后，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，战斗力绝对有大将级别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宣战天龙人，为了救薇薇的父亲寇布拉，被伊姆和吴老星合力打成重伤，能从这6位顶级强者手下逃走，海军大将也不一定能做到吧。后来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名气比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还要大。小时候的罗身患绝症，加入堂吉诃德海贼团报复社会。克拉松得知罗是地之一族后，决定让他脱离多弗朗明哥，找到价值50亿贝利的手术果实后，立马逼迫罗将他吃掉。罗没有辜负克拉松的期望，利用手术果实治好了绝症，与路飞的草帽团组成同盟后，击败多弗朗明哥，替克拉松报仇。在鬼岛对战凯多和大妈2位四皇，使用出手术果实觉醒能力，最终联手觉醒此果实的基德，将四皇大妈彻底击败。后来在圣者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用觉醒能力暴揍黑胡子一顿，不过实力还是弱了一个档次，被黑胡子击败后，海贼船也被摧毁。假如明哥能利用好丢掉的3颗神级果实，成为4皇绝对没问题吧。